2005年底 ，EA 发布了一款史上无法超越的作品《Need for Speed 9 Most Wanted》，该作是 NFS 系列的革命性作品。但今天我们可不是要聊游戏，而是 NFS 9里的一台传奇之车。随着 BMW M3 146在2000年推出 ，BMW M 已经向跑车市场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除了参与欧洲赛事系列，这款车还希望在美国赛事运动中大放异彩。在2000年前后 ，ALMS GT 组别的竞争非常激烈，特别是像保时捷911 GT3 这样的车型几乎统治了赛场。宝马意识到，依靠当时 M3 的直列6缸发动机无法与这些高性能对手抗衡，需要开发一款动力更强、技术更先进的赛车。然而，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因为 GT 级别的竞争对手实力强大且经验丰富。BMW 赛车运动部门的发动机开发工程师很快达成共识，认为必须使用比量产版直列6缸发动机更强大的动力单元。解决方案是开发一款紧凑且特别轻量化的 V8 发动机。眼看勒芒赛事渐渐逼近，距离赛事规定的时间窗口只有短短12个月，但根据 ALMS 的规则，赛车必须基于量产车型进行改装，在赛车发布后，要在这一紧迫的时间内完成至少10辆认证车型的生产。这还不好办，宝马连夜在自家仓库里一顿翻找，找来了10台还没卖出去的146车架子，把参赛的发动机再生产10具。就这样，宝马利用规则中的漏洞，恰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生产证明，共生产了10辆合法上路的车型 M3 GT-R。其街道版于2001年在乔治亚州布拉塞尔顿的 Petit Le Mans 赛事上首次亮相。在2001年赛季，具备竞争能力的 BMW M3 正式命名为 BMW M3 GT-R。车队王牌是其搭载的 4.0 升 V8 高性能发动机，代号 P60B40， 输出功率高达330千瓦及460匹马力。这是一款全铝制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具有平面曲轴、90度夹角、每缸4气门、4顶置凸轮轴、链条驱动以及机械式顶杯气门，红线更是达到了8500转。凭借这款特别设计的高性能动力单元，与采用序列式变速箱的赛车版本不同， M3 GT-R 街道版配备了6速手动变速箱、双片式赛车离合器以及可变限滑差速器。当时的 M3 基本版最高时速被限制在250公里每小时，但可选配提升至280公里每小时，而 GT-R 则拥有强悍的29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表现。从外观上看， M3 GT-R 街道版的独特之处包括更长的前后裙板以及后扰流翼，为的是优化空气动力学。这些部件与车顶一样，均有碳纤维制成。该车仅提供钛银金属色，其内饰则采用简约低调的全黑设计。通过舍弃舒适性配置，这款双门跑车性能上紧跟 M3 GT-R 赛道版。销售宣传册中更是直白地表达，想要赢就必须学会舍弃，这是胜利者的极简内饰。这也意味着没有空调，没有音响，当然也没有后排座椅一切都是为了轻量化和纯粹的驾驶体验服务。最终，这款车整车空重仅为1350公斤，比已经很轻的普通146 M3 手动版更是减少了185公斤。在轮胎与轮毂的组合上， M3 GT-R 街道版更是采用了前225/40/19配上 19×8J 的尺寸，后轮则为225/35/19配上 19×9.5J 的尺寸。价格方面也是十分惊人，发售时价格达到了惊人的25万欧元。对于一辆146 M3 来说，这笔费用在当时堪称天价。
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项不错的投资。这款跑车如同独角兽般传奇，已成为收藏家梦寐以求的对象。而当今 M3 GT2 的价格可是到了不是人间物的程度。如果有小伙伴们知道当今 M3 GT2 街道版的价格，请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146 M3 GT2 可以称之民用领域的绝对驾驶机器，无论从性能和键盘值都能吊打当年的 CSL。要知道，宝马当年 CSL 可是为了征服保时捷的存在，而这台 M3 GT2 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站在领奖台的巅峰。在2001年，赛道版的 M3 GT2 在美国勒芒系列 ALMS GT 组别中表现卓异，赢得了许多比赛，包括7场中的第1名和第3名。这一表现为宝马赢得了该年度的 GT 组别总冠军。从2003年至2005年，M3 GT2 被投入赛事，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包括纽约和纽约4场500比赛辉煌表现。而游戏里是 M3 GT2 赛道版，玩着玩着，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很多人认为是有了激增，但其啸叫声其实是来源于序列式变速箱直齿的声音。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认为游戏里的 M3 GT2 引擎则不是用了 P60 B40， 而是移植的 S62 B50。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就在这期节目录制期间，宝马官方发布了 NFS 9同款的146 M3 GT2， 并邀请了当年的游戏主角之一剃刀来做嘉宾，可谓是为车迷奉上了最高的致敬。轮毂也是用了比赛和游戏里一样的 BBS R1594 和 BBS R1595， 这款轮毂是 BBS Motorsport 系列，轮毂本身是镁铝材质，由一个中央锁来固定。但是我发现了一点，就是前脸部分还是和游戏中有所不同。146 M3 GT2 有好几款前脸，游戏中使用的是这款前脸。就个人而言，此款前脸的颜值最高。对此，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引擎单元也还原了当时的 P60 B40。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件事，很多人觉得 P60 B40 就是 S65 B40 的前身。其实严格来说，只是借鉴了 P60 B40 的一些技术，最大的不同则是平面曲轴和十字曲轴之间的鸿沟。而宝马也不对外发售 P60 B40 的发动机。但作为宝马的粉丝，146 M3 GT2 可谓是可望不可及。对于我这样的小博主来说，一台146 M3 GT2 的价格可不是吃几年泡面就能解决的。但是普通146 3系的两门车价，外加 S65 B40， 或者更夸张点 S85 B50， 好像也不是太遥远的事情。对于当今无聊的性能车市场，我是否该造一台属于我自己的146 GT2 呢？车在这。今天呢，去看一台车架，准备做一个新的 project， 所以我们看一看新的 project 什么时候能开始，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也是我人生的梦想之一，拭目以待吧。